好，这里是爱探店的芋圆。作为最爱测评 MPV 的博主，今天我们来看已经上市的魏牌高山7。那各位对于这个售价觉得怎么样呢？本期视频呢，我们重点来体验魏牌高山7的23排的空间，看看和同级车型相比，优势到底大不大？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项车身尺寸，高山7呢作为高山系列就是车身尺寸最小的车啊，它的车长呢是5米，轴距达到了3米。我们把这个车身尺寸拉出来和同级车型相比的话，你看车长、车宽包括车高，感觉都不是特别大，对吧？但是大家看到没有，轴距方面啊，却是最长的。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得房率到底有多高了。那我们先从它的开门方式讲起，它没有过多花里胡哨的什么开启的方式啊，就非常简单的 MPV 必备的电动的侧滑门。首先我们来测量一下它的台阶的离地高度，这个也对于家里像有老人啊、小孩啊、上下2排这个便利性还是有所影响的。刚刚测量这个数据是37厘米，也算是比较标准，然后甚至优异的一个数据啊。那好，我们现在你看。也是比较方便的，然后这边是有一个拉手的，非常轻松的进入到第2排来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2排有的一些配置吧。关门的话呢，它没有在前面给你设计关门的按键，就是你还得拉一下这个门把手。好，就是关门了。我们首先来看2排有的一些功能配置。首先呢，它是有2个小桌板的，而且呢，它的承重是10千克，就是还是挺结实的。那关于冰箱彩电大沙发呢，首先来看冰箱，看下方，有一个。好，电动的哈，电动按键，点开之后，你看就有冰箱了。它是带压缩机的，它的制冷呢是0到15度，制热的话是35度到50度。那大家看到这儿的时候，是不是就觉得已经结束了？没有啊，前排中控，你看就是正常嘛，是一个储物箱。你将它有一个小盖板，好，提起来之后，下面还有一个冰箱，所以呢，它是双层的冰箱设计的。而且啊，这一块这个冰箱这个容积的话，200毫升的可乐是可以放下8瓶的，所以它的这个冰箱的面积真的是同级车型当中应该是最大的。这样的话就取决于消费者这一块到底是想要储物箱还是想要冰箱呢？冰箱看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彩电。小薇同学，2排你好，打开2排屏幕。后排娱乐屏正在调节中，小心碰撞。看一下啊，这块屏幕和前方的双联屏尺寸都是一样的，达到了15.6英寸。后方的这个屏幕是达到了3K 啊。然后看一下，它是没有配备什么遥控器呀，所以呢，你想要操作这块屏幕的话，可以通过语音。当然，它还有一个手势练习场，它有一些功能是可以通过手势来完成的，比如说点开屏幕、退出屏幕，包括说点开视频、点击音乐，这些都是 OK 的。但我个人觉得啊，这一块呢是需要学习成本的。最后我们来看沙发，高山7的2排呢是2个独立的座椅，而且呢它的一个扶手是没有采用固定的扶手，是这种招财猫式的手动的扶手，两侧都是。这种的话呢，其实有优势啊，也有劣势。劣势的话呢，可能会觉得舒适性不太够；优势的话呢，就是你把它抬起来之后呢，进入到第3排中间通道的距离就会更加的充裕一些。它的一个座椅的材质呢，都是这种真皮的啊，加这种缝线的一个工艺，包括这2个座椅都是带这个超宽的一个腿托的，但是呢，这2个座椅都没有带一键零重力座椅。如果想要把它调得非常舒适的话，基本上就是需要手动来调的。那咱们也正好可以来看一下，就是2排座椅放倒它的一个最大的角度，包括说这个手动放倒这个时间到底有多久，我们来计时一下。好，基本上有个10几秒的一个时间吧。你看，如果把它完全放平之后呢，和零重力座椅是几乎没什么区别的啊，就是躺的还是挺平的。它的一个安全带的设计呢，也是在座椅上方的。那各位对于这样的一个2排觉得怎么样呢？关于这辆车的舒适性配置，它的主副驾包括2排座椅都是带座椅加热通风的，按摩的话呢是只有主驾位置才有。那2排座椅的这个加热通风调节按键就在座椅的下方侧下方，3档的啊，调节是很方便的。然后2排的它是没有带这个无线充的，它也是在这个座椅的侧边啊，就是有2个，一个 Type C 和一个 USB 的一个充电的接口的。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上方的功能的调节按键。
就我刚刚有点说掉了，就是它的开关门除了通过这个扶手来进行调节，你看左右两侧也是有这种电动的按键的，也可以来进行开关门。然后上方呢，你看左侧就是自动空调的开启，可以来调节温度的大小。那右侧呢是可以来进行这个空调的风量的一个调节的，包括风向以及呢上方这个遮阳帘的开闭的。2排的空调出风口是在头顶的上方，然后前面是照明灯，包括2排也是有手动的这个遮阳帘的。接着我们来实测一下2排乘坐空间。高山7呢，它是采用的2、3排共轨设计，就是它下方这个滑轨呢超级长，所以呢这个可调节的范围呢就比较大啊。它2排座椅是采用的无级调节的，就是我可能会觉得操作起来会有点慢啊，就是你看基本上。我想要往后调一点的话，对它有一个反应的时间，咔的一下。那我们现在还是保持2排座椅，膝部两全。我们去看一下3排的乘坐空间吧。我现在是来到第3排了，这下呢就体现出了手动扶手的优势。我基本上是2个腿并在中间，这个距离都是够的。你看啊，现在2排呢是腿部膝部两全的，然后这个靠背其实仰的也是比较的低了。我现在坐到第3排，可以轻松翘2郎腿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头顶的话呢，也有个1拳多的一个头部空间，而且我个人是觉得啊，坐在高山7的这个3排并没有一种小板凳的感觉，但是呢，它是7座的设计，可能就要考虑到中间这个位置的朋友可能还是会稍微局促了那么一些。而且我个人是比较推荐 MPV 选2+2+3的，就是整个坐在3排的人不会觉得特别的憋屈，而且整个视野通透性也会好很多。当然啊，它有在3排也给你加了手动的遮阳帘的，然后包括下方的水杯架，前方的2个充电接口都是有的。如果你觉得3排的这个靠背做的比较直的话呢，它在2侧有这种手动的拉手，可以来调节靠背的一个角度。你看，最大是可以到这个位置的。你看这样的话，整个背部的贴合度就会更好一点。但是你可能就要考虑到后备箱这个空间可能就会非常的不足了。我刚发现了3排的一个细节，就是它3排靠背是这种手动的拉手。如果说你的宝宝是那种比较调皮的，在3排的话，你看啊。它拉起来之后，它这个坐垫是会卷起来的，所以大家考虑到，如果说3排放了东西，或者说坐了更小的孩子的话，大家后续用车一定要特别小心一下。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高山7的后备箱空间。其实3排现在啊是靠背仰到最后的一个空间距离了，那这个面积很明显啊是不能够放下行李箱的。那我们要把3排的这个座椅可以往前推，然后第2个手动的按键是调节它的靠背的。那现在的一个后备箱就是一个标准的状态了。标准的前提呢，就是2排乘坐呢膝部有2拳，3排能坐下成人，并且这个膝部有个1拳的这个距离的情况下，那现在的一个后备箱空间就可以正常放下你的一个行李箱了。那这个后备箱我觉得有个好处是什么？它没有做成一个纯平的，对吧？它这儿是有这个高度的，像是你容易放一些滑落的一些物品的话，也不用担心打开这个后备箱门自动都滚落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来量一下这个后备箱的长度吧。后备箱测量出来的这个长度是达到了65厘米，和同级车型相比的话呢是最优的，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高山7它的这个空间得房率是真的很不错。关于后备箱的一些功能配置，在右侧是有2.2千瓦的无孔的插座的，有照明灯，有挂钩。那除此之外呢，大家是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些操作按键的。那如果想要得到更灵活的后备箱呢，它的3排座椅是有2种方式的。第一种就是可以看到它在下方是有2个物理的按键的，就是第一个是可以进行座椅的前后移动的，对。然后第2个是靠背的，你看最大的话啊，因为它是采用的2、3排共轨设计，所以3排不需要坐人的话，你是可以把座椅推到最靠前的，所以这个后备箱空间就足够的充裕了。这是第一种啊，第3排空间移到最前，非常极限的一个状态了。这是它的后备箱的空间。那第2个就是把3排座椅通过右侧的这个手动拉手，将它放置最平的一个状态，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你也能够在第3排得到一个还不错的手动零重力座椅。
这样的一个座椅设计呢，它是能够为了得到最大的后备箱和最宽敞的3排的一个乘坐空间，但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大家预想当中的，比如说2、3排座椅放平铺上床垫的这个愿望了。所以这个就要看消费者们如何去进行抉择了，是想要更舒适的大床模式，还是想要得到更大的储物空间。最后来总结一下，高山7的一个上市呢，它对于自己的用户定位抓的还是蛮准确的。你像是手里的预算有限，但是想要得到更灵活，然后更好开，包括说呢空间相比同级呢会更越级的一些配置的朋友来说的话，那这辆车是蛮适合的。当然啊，如果说你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不妨也可以来看看高山8或者高山9，对不对？所以呢，它这3款车型啊是精准的抓住了每个价位段的用户群。